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主角呢是一个文心兰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Oncidium Cherry Baby，它的中文呢可能也有人称它做就是巧克力文心兰，因为它的香味是巧克力的味道。那影片呢也有几张照片是我其他的文心兰，然后也跟大家做一下他们的一个近况的一个更新。目前文心兰种类的兰花我有5棵，都是养在我兰花架子的最上层，因为它们这样子能够接触到最多的阳光、最明亮的生长环境。因为文心兰来说，一般来说是比较喜欢明亮、更明亮，比起蝴蝶兰来说更明亮的一个阳光。今天所要看的这个兰花主角呢，是在现在影片中最远的那一杯。那一个兰花，那在荧幕下方的这些数字代表的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每一盆兰花它所抽的花梗次数。从后面数过来的第2盆有9个花梗的这一盆是粉红色的品种，再来是白色的品种，然后第4个呢是黄色的品种，然后一直到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个5个花梗的呢是 Oncidium Twinkle 白色跟 Satuanum 粉红色的交配种。那这5颗里面呢，只有最后面的2颗是用纯水培全水耕的方式种植，另外的3盆兰花呢，全部都是用有介质的半水耕栽种。除了今天的主角之外今天的主角 Cherry Baby 之外呢，另外4盆的这个迷你的这种香水文心兰呢，它们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抽花梗，但是它们的花梗生长的速度是相当的慢，一般都会要到年底的时候它们才会开花，通常比如说圣诞节左右。所以呢，在台湾其实有一些兰园也称作这些文心兰叫做耶诞文心兰、耶诞文心，可能跟它们的开花季节是有相关的。那今天的主角呢，这个 Cherry Baby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根系是相当的饱满其实这一颗呢，其实当时我是买回来只花了5块美金买回来，原因是因为呢，它当时其实已经开完花，我是刚好到了一个兰园去，然后呢，它就是在这个促销的架上卖这个花，只要5块美金，所以我就把它买回家。那本来是用全水耕的方式种植，但那个时候呢，因为在纽约的天气其实冬天非常的冷，所以呢，水耕对它来说适应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决定把它转成有介质的半水耕。在那之后它就长得相当的好，根系也相当的茂盛。这一次是它的第1次被我买回来的第1次，它重新又在开花。经过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所以这颗呢，它之前其实就是因为开完花，然后到了新的环境，又用纯水耕水培的方式种植，所以它不适应，所以它去年没有开花。今年呢，长了好几个这个球茎之后，然后它的根系饱满的情况之下，今年才有第1次的再重新开花。那这颗兰花的养护方面呢，其实挺简单的，因为它种在有介质的半水耕里面，所以呢，我一直都是等到它的这个下面的蓄水池的水几乎没有的情况之下我才会重新再加水。所以一般来说，这样的周期在夏天大概就是10天左右，7到10天。那冬天它大概就是2周1次。那每一次的这个加水呢，我都会酌量的大概用1/4建议浓度的肥料给它。虽然说文心兰其实能够就是承受更重的肥料，但是因为水耕的这种情况呢，其实肥料在水里面一直都是溶解，处于一个常常都有肥料的状态。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下太重的肥料，兰花就能够有不错的吸收。那再来就是说，光线上面对这一种文心兰来说是相当的重要。
比起加德利亚兰来说，它可能光线不需要加德利亚兰来得多万代兰、加德利亚兰一般来说是最喜欢光线的，再来就是文心兰了。所以我把它放在我兰花养殖的这个架子的最上面呢，也是因为要能够让这些文心兰类的就是兰花呢，能够得到它该有的这个阳光就是明亮度。那这个兰花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它主要呢，第一个花梗长了很多的花苞，再来呢是这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这个花梗，这是第二个花梗那它上面好像就是4-5朵花的这个潜力但是呢在我的观察下，这颗兰花它其实第一次开花，我觉得这样的情况算不错了那当时这个影片的时候，它还有第3个花梗，不过当时的这个花梗还比较短所以呢他们会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开花。那主要的这个花梗其实长的一开始我看到它长到开花，其实也不就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所以相当的快速。兰花在生长时期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蛮惊人的。那你看到现在这边其实当时它就是杯底下还有剩下一点点的水而已但通常这样的水量我都还可以再撑个大概3-5天有时候甚至到里面介质几乎都没有水汽的情况之下再浇，其实它都还 OK。 原因是因为它下面的球茎其实也挺蓄水的，所以其实它耐旱。但是因为这一种兰花，它的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是它的根系又刚好是比较细的，所以呢它也不能够完全干枯太久。虽然说它的球茎有保水能够储存一些养分，但是它的根其实干太久也会造成它根系的死亡。所以呢干个几天其实就应该要浇水是不会把兰花马上干死，不浇水情况是不会干死，但根系可能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缺水的情况之下呢，它的球茎也会产生一些皱纹皱褶所以在美观上面呢也是比较就是不太好。但是如果呢你持续的浇水的话，它有时候那个球茎还会慢慢的再饱满起来。那现在看到的这个片段呢，就是它的主要的花梗全部开花的一个样子。这颗兰花其实第一次开花，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算满意的，不过它的香味没有我记得的那么香可能也是因为第一次开花，再来就是因为在室内养，它有时候它的这个空气的流动没有像在户外那么好所以呢在温度还有通风程度上没有在外面养在外面的情况的好的这个条件之下呢，它的香味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浓郁，还是香，还是有巧克力的味道，但是就不像是在一般兰园或是在店里面你刚看到那样子，刚从温室出来那种非常浓郁的香味。但这颗兰花是有那样的潜力的，这种兰花，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这种兰花也可以买一颗回家养养看，种种看。这颗兰花它是属于中大型的这个文心兰跟其他4颗这种迷你型的文心兰比较不一样。但是呢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养的。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的这一颗 Sherry Baby 他从来也不施肥，反正就是养在窗边，也是年年开花，只是它的花不一定每一年都开得非常多那因为是有介质的半水根都是处于在一个比较湿润的情况之下，所以它的根也长得特别的好。你看到这边就是它有一些根是已经长到杯内没有位置，它就往上长也许在明年的春天我会对它进行换盆，要看它就是接下来开完花之后它就是的侧芽新芽长出来的多少，我再来决定是不是要对它进行换盆的动作。如果接下来换盆的话，因为你看它其实已经长得挺满的，我就会再选一个比较大的容器可能是24或是32盎司的容器来对它进行做有介质的半水根。整体来说这颗兰花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入门的兰花入门的这种品种
其实对于刚开始养兰花的朋友来说啊，其实你不妨从文心兰下手，因为文心兰这种兰花，第一个它大部分的文心兰种类的兰花都不是太难搞，所以呢，你可以对这种兰花下手，可以去学到兰花的一些种植的一些养护上面的要领。那大部分大家都是先从蝴蝶兰下手，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最常看到。那加德利亚兰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普遍都觉得好像加德利亚兰不好养，或者一年只开一次花，感觉不太够然后开的花朵又没有蝴蝶兰来得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从蝴蝶兰开始养起。但是其实啊，文心兰啊，我个人觉得挺容易养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文心兰的朋友，其实你可以去花市逛逛，他们都不贵的，除非说是比较稀有的品种，否则的话呢，它的价格真的都不贵，也很容易让新手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养兰花。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周末就可以去花市看看哦。接下来影片的片段呢，就是我给各位准备的这一颗兰花，它所开花的一些照片的记录，我们现在就来一起观赏。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